好的，家人们，接下来就是一个关于在英国驾驶的一个总结视频。很多朋友想在英国自驾，但是又害怕。首先是因为英国这边它是右舵，第二的话就是对很多规则交通的状况不是很熟悉。这些情况呢，我个人觉得都是可以克服的，只要系统的学习一下就可以了。我在网上其实看到很多朋友说，其实英国自驾很简单的，一点事儿都没有，大家随意开。大家觉得简单，可能是没有出事儿啊，更多情况下是运气好。因为我个人觉得，尤其是只在国内学车的朋友到英国开车，一定是会不适应的。直到我真的认真系统的去学习英国驾驶，考出了驾照之后，我才发现其实两个国家之间的驾驶习惯、驾驶意识，甚至一些规则都是不一样的。这个视频呢，不是教大家如何在英国驾驶，而是让大家了解一下一些容易在英国驾驶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去解决跟应对这些问题的方式，提高驾驶的安全意识，提升我们的旅游的体验，然后安全归来。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第一点的话，大家最害怕的在英国驾驶事情是英国的驾驶是在右舵的，这个确实是跟我国完全是反方向的。那么不仅是人在右舵，大家驾驶方向也是反过来的。在我国开车是靠右行驶，而在英国开车是靠左行驶。在右舵驾驶，其实物理上的来说，只是把我们的驾驶位从左边搬到右边，其他任何在车内的操作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包括雨刷器啊，包括打转向灯啊，都是同一个方向。靠左行驶的话，就跟中国是完全反过来的。最主要的就是慢车道是在左边，小转弯是左转，大转弯是右转啊，这个是明显的一个区别。那其实我个人体验下来，就是如果大家脑子一直记着啊，小转弯是左转，大转弯是右转，我们靠左行驶，脑子里一直有这个意识，右侧驾驶并没有那么吓人啊。其实可能过个1-2个小时，大家就习惯了。我觉得在驾驶技术上面，其实并没有说很复杂，纯粹就是一个左右反过来的情况。更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因为大家在国内是在左舵行驶的，所以其实开车的时候会自然而然的往左边偏移。我也说不好是为什么，这就是一个习惯问题。当你人挪到右舵时候，也会不由自主的靠左偏移。那么在英国驾驶，如果靠左偏移的话，是很容易出事儿的。这点就是我自己亲身体会过，因为我刚开始在英国驾驶的时候，那么有一次就不小心碰到了左边的车的一个反光镜啊。英国的路特别的窄，它比中国窄好多好多，有时候路边就停了辆车，或者是旁边就是自行车啊，其实非常的危险。如果一直靠左的话，不仅是会碰到车，会碰到自行车，甚至还会碰到马路牙子、蹭到轮胎什么的。那么如何去克服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教大家2个比较好的 tips 啊。第一个 tips 就是多关注一下右侧的反光镜，在不压线的情况下，尽量和右边的线保持一个较小的距离，养成右倾的一个习惯。个人的体会就是，大家没事就往右边看一眼，因为大家开着开着可能就会往左倾，不迟到往右边看一眼，就保证自己一直在往右边倾啊。这样久而久之，开着开着就发现自己就是养成了右倾这个习惯，就不会再往左边再倾了。第2个 tips 就是，大家在行驶的时候以挡风玻璃的终点为基准，如果左边的线或者是马路牙子没有超过这个中心的点的话，那就证明大家是没有压到线，没有在靠近左边的线或者是马路牙子。但是如果这个左边的线或者马路牙子超过了中间这个中心点的话，那相当于大家开始已经往左倾了，就是慢慢的就开始靠过去了，有可能压线，甚至可能已经马上就要刮到马路牙子了。所以大家要时不时的去关注保持线跟马路牙子在挡风玻璃终点的左边就可以了。这个也是我在考驾照时候一直用的一个招数啊。说一个搞笑的事儿，就是我甚至在真正考驾驶的时候，依旧是左边的轮胎蹭到了旁边的马路牙子。这个操作真的非常难改啊！大家其实在国内就可以去练习这个事儿。怎么练习呢？就是可能大家打车或者坐别人车的时候，坐在副驾驶位，反正就当自己在驾驶吧，就多看看自己右侧反光镜以及挡风玻璃的终点去养成这个去观察的习惯。到了英国驾驶时候就会有这个习惯啊。在国内驾驶是有一定经验的朋友来说，这些东西其实并不难克服，最重要的就是集中注意力。但其实真正在英国驾驶，真正难度是对于英国的道路的理解，以及对于他们的规则的一个理解，尤其是大家最害怕的一个东西就是环岛。那么我接下来一一跟大家讲。先介绍一下英国这边的道路情况。在英国，他们用的单位是英里，也就是 miles， 一个 mile 是等于1.6公里。在车的仪表盘上也是用 mile 显示的，大家不要看到70，以为一脚踩到70就是70公里每小时，其实是70英里每小时，折合差不多是112公里每小时啊。但是它整个国家的标牌包括车的上面的刻度都是统一的，所以只要按照就是限速的行驶这种就可以了。到英国的路呢，跟国内其实挺像的，我可以拿国内的一些来类比，比如说他们最快的一个路就叫motorway，
在国内就是高速公路。这个 motorway 的特点就是它有进口有出口，跟国内的高速公路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它的车道比较多，一般来说就是双向6车道或者是8车道这样的。它的限速是70英里每小时啊，差不多就是国内的112公里每小时左右。motorway 的话，一般都是以 M 开头的一些路啊，比如说英国一个比较有名的 motorway 是 M25，围绕着伦敦一个大环线啊。英国的高速公路有个特点就是它不怎么收费，我到现在目前为止没有碰到过收费的高速公路。搜了一下，其实好像说在伯明翰那边有一个叫 M6的高速公路是收费的，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收钱的。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话，如果车速不够快的话，尽量是靠左行驶，因为右边是超车道。其实它跟国内有点不一样，就是国内其实虽然车道多，但是哪怕是快车道，大家会有很多人也会盯在那里开。一般来说，在英国的话，这种超车道就纯粹是用来超车的，超完车了之后就会回到原来的位置。motorway下面的一个等级的公路叫 A 级公路，这个 A 级公路是大多数情况下大家会碰到的一个路，它是没有进出口的。大家一般来说就是可能城市跟城市之间转场时候，有时候不走高速公路的话，就走的是 A 级公路啊。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就像一个国道一样的。A 级公路呢，它分为2种，一个叫 dual carriageway， 就是单向至少2车道，双向至少4车道啊。这个路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中间是有绿化带隔离的，它的限速是跟 motorway 是一样的，是70英里每小时。还有一个 A 级公路就叫 single carriageway， 就是双向2车道，单向1车道的一个路啊。这个路的限速它就是60英里每小时啊，比 dual carriageway 要少个10英里每小时。它是没有绿化带隔离的，就是大家跟对面车道是只有一条线隔的，并没有一个实际的物体去隔离的。A 级公路开车的体验就是说，大家可能有时候一马平川，一路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像正常像开高速公路一样的顺畅无比。但有的时候突然就会碰到一个环岛，开着开着会碰到一个红绿灯，开着开着就进入一个城市，就要减速。在 A 级公路下面一条路就是 B 级公路啊 ，B 级公路一般特点基本上就是它只有2条道，就是 single carriageway。它出现的地方一般就是一些小乡村，是远离城市的一些地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省道吧，但是它的限速也是60英里每小时。接下来的公路是 C 级公路啊 ，C 级公路的特点就是它一般只有1条道，但是这条道呢又是双向车道，就是大家有时候让行必须在1条车道上让，有些路是可以2辆车并排过去的，但有些路是必须大家开到旁边一个就是让行的一个位置，让对面的车过来，然后自己再开出去啊。C 级公路的一般出现在城镇啊、乡村啊这种鸟不拉屎的一些路上啊，但这些 C 级公路的限速却不低啊，它的限速是50到60英里每小时啊。如果没有车的话，其实可以开得很快。大家为了安全的话，还是建议在这种 C 级公路的乡村路上开得慢一点，这样子让车的话也能更有余地去让车。最后一个路就是城镇的一个公路了，就是大家开到一些大城市、小城市的市中心，开到一些住宅区那些路啊，这些路的限速一般是20到30英里每小时，正常的城市里行驶是30英里每小时。如果在一些 neighborhood， 在一些住宅区里，包括学校附近行驶的话是20英里每小时。这些路的特点就是它会有一些减速带，我们叫 bump 啊，就像一个凸起的小山丘一样，看到这个减速就行，否则会蹭到底盘的。介绍完了公路的话，我们介绍一下路上的一些标识啊，这我就不每个都介绍了，就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些。大多数其实跟国内是一样的，比如说虚线，虚线就是允许变道的，那么实线就是不允许变道的。有时候大家会看到一些锯齿线，就是警告大家要减速。一般这些锯齿线会出现在快要接近人行横道线的一个地方。其实，在英国过马路是有2种横道线的，一种是斑马线，跟国内一样。如果大家看到这个斑马线，如果看到有人过马路是必须要停车的，这个是死规定，尤其是考试的时候，如果在这个人行横道线上前不停车的话，就肯定是挂掉的。这个人行横道线一般有2个比较标志性的东西，就是女王灯啊，这女王灯出现就是行人是最高路权的。那么还有一种过马路的地方呢，是没有任何横道线的，纯粹就是一个空的一个地方。这些地方呢是靠交通信号灯来控制的。如果大家看到是绿灯，又看到人准备过这个马路的话，大家就一路踩过就行了，不要管人，因为这个时候车子的路权是比人是优先的。除非你吃到了一个红灯，你才需要停下来，然后人再从这个地方走过去。大家碰到这种人行道的时候，只要看信号灯就行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东西，就是一个黄色网格线啊。这个黄色网格线呢，一般会出现在路口或者是一些超市啊，或者是大型的一些商店的门口。这个黄色网格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出口是未清空的话，是不能驶入这个黄色网格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于如果大家走到一个路口，这个路口上面有个黄色网格，
然后前面是绿灯，但是在黄色网格的对面那个车呢，他们堵在那里不动了，这个就相当于这个时候指出这个出口是没有被清干净的，大家绝对不能驶进这个网格，停在这个堵着车的后面啊，这是绝对禁止去做的一个事儿。那么如果在那个黄色网格上停个超过多少秒的话，就直接会被拍牌，然后被罚款。接下来就是大家有时候会在路边，尤其是市区路边看到一些双黄线啊，这些双黄线的意思是全时段禁止停车等候，意思就是你不能在这里停车。个人经验的话，如果临时上下车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是速度一定要快，千万不能长时间在这里停车。接下来就是单黄线了，一般单黄线是指按时段禁止停车，但是在规定时间外是允许停车的，就是得看一下附近的标识显示这个路段什么时候是禁止停车的。禁止停车的标识长这个样子，这块牌子的意思就是周一到周六的早上8点到晚上6点，这块区域的单黄线是禁止停车的，在这个时间段外是可以停车的。道路旁边是红线的话，是绝对不允许停任何车的，连停下来下课都不允许的，这很容易被拍牌的。如果道路上没有黄线、红线等停车限制标线，通常可以长时间免费停车。一般这种路会出现在一些 neighborhood 或者小镇的支路上，不过还是要检查一下周围有没有禁止停车的标志，这个就看实际情况而定了。在英国的城市会有公交车道，这个公交车道大家是完全不能行驶进去的，严禁私家车行驶到公交车道。以上就是一些关于英国道路的一个简介啊，接下来我就讲一下英国道路行驶的一个规则啊。英国这边它的信号灯没有国内这么多，其实更多的需要大家自己去主动让行。在自己主动让行上面，我觉得英国这边做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在他们考驾照的时候就非常的将这个概念灌输到你这个驾驶人的脑子里，所以真正上路的时候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规章制度去办的。首先是有信号灯情况下，我觉得在有信号灯情况下就是红灯停绿灯行啊，非常简单。唯一一点不同的一点就是在小转弯的情况下，大家必须要遵守信号灯不像在国内，如果是红灯然后没有特定的右转红绿灯的话，大家是可以允许小转弯的。但是在英国的话，哪怕是没有专门的左转信号灯，也是不允许小转弯的，一定要等到绿灯之后才能小转弯。我觉得其实自驾到现在也就中国好像是允许红灯的时候小转弯的，其他国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允许红灯小转弯的。那么在没有信号灯的情况下呢，就要让行，支路让主路，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其实跟国内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英国，其实这种路口它不只是像支路汇进主路这么简单，支路汇进主路是其中一个，那么还有很多，比如说很多十字路口甚至都是没有红绿灯的。那么这些路应该怎么去行驶呢？我们可以看个例子。这张图是我从谷歌地图上直接一个俯视图，某个英国一个乡村的一个 neighborhood， 它是一个丁字路口啊。什么是主路，什么是支路呢？大家可以看这边有一个很明显标识，就是这个双虚线啊。这个双虚线就代表大家是处在一个支路的情况。在这边 Michael Denny Road，它是一个主路，而这个 1COCI 它是一个支路。这个丁字路口是很明显没有红绿灯的，如果大家想要汇入到主路的话，就必须得自己观察。开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沿着支路先开，看到双虚线开始准备减速，然后观察主路有没有车。如果是需要左转，也就是我们的小转弯，大家只需要观察右方有没有车开过来如果有车开过来的话，就需要停下来；如果没有车开过来的话，再观察左边。如果左边对面也没有车，没有转弯的话，大家就可以直接汇入到主路如果大家是需要右转，也就是我们的大转弯到这条主路的另一侧的话，一定要确保这条路上是没有任何车辆是空的，因为大家是需要跨过一条车道到另一条车道上去的。首先先要保证大家跨过那条车道上没有车，第二，到达那个车道的时候也没有车来追大家的尾。那么我们一般是怎么观察？就是大家开到路口之后，不停地左右看，直到发现可以过了，就开入那个路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么观察呢？如果大家在国内开的时候，就是哪怕自己行驶在主路的时候，开着发现有一个路口的话，大家也会不由自主的去踩一脚刹车，害怕有什么车窜出来把自己撞到。但是在英国这边是不一样的，因为在英国我们学习驾驶的时候强调的一点就是主路是永远拥有路权的。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如果在主路看到支路有车过来刹一脚车的话，是要挂掉的。如果汇入主路的时候导致后面车刹车的话，你也是要挂掉的。汇入主路是绝对不能影响别人的驾驶，你才能汇入进去。如果你需要影响到别人驾驶，你就必须接着等。主路上的车一般是不减速的，所以这才更加明确，就是我们如果支路汇入主路的话，一定要当心。如果大家因为没有观察清楚而汇入了主路，而导致后面车没有减速撞到你了，那么你是全责的。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丁字路口一样，就是大家一定要观察，直到是觉得完全可以安全进入这个路口，才能汇入主路。像这样的一个路口啊，像这样的一个
点点点有点点点的路口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要让行。这一条是它的主干道，你一定要让这条主干道上的车，就这条主干道车在直行的话，你一定要在这里等，然后等到车开完之后，你再左看看右看看，没有车，再开出去啊。像我们这儿在这条路上，我们要看主道有没有车，如果主道没有车的话，我们再打弯转啊，这样。这就是在主道上，我们就一定要不要去踩刹车，因为主道上你是有绝对路权的。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啊。那但是其实，在英国还有一些十字路口上也是没有红绿灯的。那么这些路到底又是怎么搞的？我们来看一下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条路啊，这条路，很明显它也是一条没有红绿灯的一个路口啊。但是大家可以看，这是个十字路口啊。那么请问大家能分辨出来哪条是主路，哪条是支路吗？给大家几秒钟时间反应。其实很明显，就是这条竖着的 Links Road 是一条主路啊，这个 Rosser Road 是一条支路啊。从哪边可以分辨出来，就是这个双虚线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双虚线出现情况，就是代表，我们需要汇入主路了。比如说在 Rosser Road 上开车的时候，开着，看到这个双虚线，一定要稍微停下来啊。除了左转和右转啊，这条路其实是可以直行的。其实原则是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等到整个主路上没有车的时候，大家再允许直行。如果是主路上有车的话，大家直行碰到主路上的车，大家是全责。那么总结来说，就是从支路汇到主路的情况下，一定要是多观察、多看，然后确保没有车之后再行驶。一个口诀就是减速、打灯、观察、观察、再观察、再行驶。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对于稍微会开车的朋友来说，稍微碰到几个这种路口就完全 OK 了。接下来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些从主路汇入支路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在主路开着，突然导航说要右转或者是要左转。那么先说左转，首先大家需要靠左行驶啊，如果是单车道就无所谓了，双车道的话就是靠在左边那个车道，然后快到路口的时候观察一下左边的反光镜后面有没有车或者是人，打灯，然后再减速。到了路口一个左转就可以了，因为不会有任何车来影响你左转的。如果大家发现，比如说路口有人左转需要等待的话，也不要害怕，因为大家是在主路，就踩着刹车之后，如果有车追尾你的话，是后车全责，等在那里就可以了。等到路口上没有人之后，转过去就可以了。那么右转就是有点复杂了，相当于需要跨过一个车道到支路上去，大家需要观察对面车道的车了，然后在那里等待到对面的车完全走光之后，大家再右转。像这种就是双向两车道右转的话，它会有一个道，像这样啊，我们必须得先开到这个道上去，一定要等到主路的车全部开光，我们才能右转啊，否则我们就得这里踩着刹车，然后在这里右转就行。现在这里主路没车。这个意思。那么如果碰到比如说大家在右转的情况下，支路有车要汇入主路，也要右转的话，就相当于也要到你这个车道上来，怎么办呢？记住一点，就是大家现在因为是在主路，所以我们是有绝对路权的，哪怕是我们需要汇入支路，支路上的车也是要给我们路权的，所以大家一定先是自己右转，不用担心别人的车。主路上行驶最重要一点就是 focus 在自己身上，左转就没关系，右转的话注意一下同样主路对面的来车，如果车走了之后，大家直接行驶就可以了。除了刚刚说的双虚线三角这个地方是我们需要让行，其他的还有一些标识是明确需要我们让行的，比如说有些路上会出现 give way 的情况 ，give way 就是必须要让行。它之所以写 give way，就是因为可能主路的车速非常快，所以就更加提醒你需要就是注意会车这个情况。这里有个牌子叫 give way 啊，这 give way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停。就是在这个地方必须停，必须停，一定要把路给别人，把路给别人，路权给别人。然后不往这走，那我就那他往这边走了，你就可以上路了。这个意思。还有个就级别更高点的一个让行标志就是 stop。就是你到了这个路口是必须要停下来观察的，而不是那种慢慢滑进这个主路啊。有些时候可以滑进来，但是看到 stop 的时候就必须要停下来观察，这也是为自己安全来着想。除了就是正常的这些马路上的一些路的话，其实大家会在英国还会碰到一些乡村小路啊。那些乡村小路就是刚刚我说的 C 级道路，它其实只有一条路，但是这条路呢是双向车道的。那么，所以大概率情况下是会碰到需要让车的。其实这个东西在英国是非常常见的。这些路虽然很窄，但是它一般在路的两侧都会有一些凸出来的地方，能让你将车临时开进去，从而使对面的车辆能够顺利的过去啊。那么，不管是你这侧还是对面这侧，会车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位置，判断自己是自己让车还是让对面让车。有时候对面就让你车了，你直接开过去就可以了。有时候需要你去让别人的车，这个东西其实不难，但是大家一定要就是有这个让车意识。然后一般让完车之后，大家都会打个招呼啊，就是很友好打个招呼，谢谢这个样子啊。其实这个开车还挺有意思的。
我们上升一个难度呢，就会碰到我们在英国非常容易碰到的一个让行路口，就是环岛了。大多数情况，一些私信问我都是如何去开这个环岛，如何正确进去，如何在环岛内行驶，如何正确的行驶出环岛。这些其实都是有讲究的，其实规则不难，只要大家掌握了底层逻辑，进环岛也不是什么难事。虽然我自己开环岛也是开了好久才慢慢的去理解。环岛的底层逻辑就是环岛内的车是最有优先权的车辆，就相当于环岛内的车就是在驶在主路，那么大家汇入环岛是从支路汇入一个主路，所以很多朋友开车开着进入环岛的被后面车滴了，是因为大家进入环岛之后，后面的车因为你进入环岛被吓了一跳，踩了一脚刹车。因为在他的逻辑里面，环岛是他是主权啊，当他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会很愤怒，一定会就是滴大家。英国的环岛其实有很多种乱七八糟类型，我们也从简单到难给大家慢慢的先讲吧。首先我们先讲一些小环岛，大家看这张图啊，这个路口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小环岛，也是最基础的一种环岛啊。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中间有个小圆圈，在英国的环岛行驶顺序是顺时针行驶啊。那么为什么称之它为小环岛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环岛的每一条汇入主路的这个支路，它都是只有一个单车道的，就相当于大家不需要判断自己去走哪一个车道啊，只需要专注如何汇入环岛就可以了。那么所以这个东西是比较适合咱们基础练习的。大家一般开进环岛之前，导航会播从第一个出口驶出，从第二个出口驶出，从第三个出口驶出。在这个路上，我们车是从南向北行驶。第一出口就是可以看到图，就是这个 Sutton Ave， 就是我们左边这个西边的这个路。那么第二个出口就是这条路的对面的这条路，第三出口就是 Sutton Ave 的东边的这个出口，那么第四个出口就是我们对向车道啊，就是这4个路口。我进这个环岛跟出这个环岛到底该怎么打灯呢？逻辑上来说，就是把这个4个出口可以看成4个方位。比如说我们从南驶向北，第一个出口其实就是左转，那么第二个出口是直行，第三个出口是右转，第4个出口是掉头。那么其实逻辑跟我们自己在国内开车是一样的，就是如果说是第一个出口驶出的话，大家进入环岛前是需要打左转灯；第二个出口的话是直行的话，大家是不需要打灯的；第三个出口是右转，那么就是打右转灯；那么第4个出口是掉头，也是打右转灯。英国的环岛是这样的，就是到了第3出口以后，包括第3出口都是打右转灯，然后出环岛是必须打左转灯，不管是大家是从哪个出口出去，都是打左转灯。那么我们来实际演练一下车该怎么开啊。我们首先从南向北开始往前开啊，开到了这个路口，导航说是从第一个出口驶出，大家第一件事要干什么啊？没错，就是打左转灯。然后看到双虚线，我们需要干什么？没错，是要减速，观察环岛内有没有车辆啊。如果环岛内没有车辆，也就是没有车是驶向第一个出口，大家就一脚油门进环岛，然后从第一出口驶出。因为大家打的是左转灯，所以这时候也不需要多打一次左转灯了，就直接就是从第一个出口驶出就可以了。我们可以以一个现实示例给大家看一眼，大家走最左侧车道，然后看一下环岛里面有没有车。好，有车开完之后，我们再出环岛。如果导航告诉我们从南向北走需要从第2出口驶出，那么第一件事情该怎么样呢？不打灯这个灯是不需要打的，因为是直行。那么第2件事情是怎么样呢？我们抵达了这个路口，没错，就是需要观察有没有车从我们的右边驶出。即将驶入环岛，大家只需要观察右边车辆就可以了，因为这个环岛是顺时针行驶的，所以车都是从右边过来的。如果右边没有车辆行驶在环岛里，就可以进入环岛。通过第一个出口，即将达到第2出口，我们需要做什么动作？没错，就是打左转灯驶出环岛，然后再把灯取消掉就可以了啊。这个就是走第2出口的一个方式啊。这个环岛就是要看清右边有没有车，没有车我们就走，先要踩脚刹车一定要，然后出环岛一定要打个灯。Exit the roundabout onto North Wales Expressway. 啊，这样可以了。Continue on.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练习一下走第3出口怎么走，也是从南向北开始开，即将开到那个虚线，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没错，是打右转灯啊。这次因为是从第3出口指出，是要打右转灯。那么接下来该怎么样呢？没错，是停在虚线那里观察右侧的车辆有没有车辆过来。如果没有车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就直接进入环岛，但是这时候我们的右转灯必须要保持啊。经过第1个出口，经过第2出口，抵达第3个出口之后，然后我们该怎么办呢？取消掉右转灯而打左转灯，驶出了第3出口。来看这前面就是一个
它有3个口的那个环岛啊。如果走第3口，一般是打右转灯，那就是左滑。然后先看有没有车，等车走。车现在就不能走，把那些车走了，然后我们再进去，一直打着右转灯。In a quarter of a mile, at the roundabout, take the first exit and stay on Carnarvon Road, A4087. 哦，大家想必已经非常熟练了，我们来看看第4出口怎么走啊！那掉头的话，碰到环岛千万不要直接掉头啊，一定要是绕一圈才能掉头。那么首先我们从南向北走，快到虚线了，我们该打什么灯？没错，打右转灯。然后呢，在虚线前面停止之后，观察环岛有没有车辆，往右看啊。如果没有车辆的话，行驶入环岛，经过第1出口，经过第2出口，然后经过第3出口，最后到了第4出口，打左转灯啊，驶出这个环岛。相信刚刚那个非常小学式的教程之后，大家已经明白了一个环岛的底层逻辑：打灯、观察、驶入、打灯、驶出，最后再取消灯。但是真正要融会贯通的话，还是挺难的。如果大家把这个小环岛搞清楚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更难一点的一个环岛。好了，我们看这个环岛啊，这个环岛就跟刚刚的环岛有点不一样啊。它的最大不一样就是它每条车道是双车道啊，双向4车道啊。一般这种环岛会出现在什么情况下？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A 级公路啊，就是 dual carriage way 的一条公路上啊，就大家一般就开得特别快的时候，突然会碰到这种环岛啊。那么这个会碰到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选择是从哪个车道进入环岛，就变得至关重要了。我们来看这张图啊，我们可能也是从南向北这么开啊，开。那么一般来说，这个每个道上都会有一个标记啊，会显示就是这个道是左转还是直行还是右转。如果双车道进入环岛时路面上没有标记，那就默认为左车道是左转加直行，右车道是右转以及更远的出口。运用我们刚刚学习的一些知识啊，比如说导航说需要从第1出口驶出，那么我们走哪条车道呢？没错，就是走最左侧车道啊，一样的套路，先打灯，到达那边观察，右边如果没有来车的话，直接进入环岛。那么如果是第2出口驶出，那么请问大家是从哪条车道进入环岛？没错，就是走最左侧车道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大家在环岛里面行驶，尽量还是保证自己在自己的车道，虽然环岛内其实是允许变道的，就比如说我们如果从左侧车道进入环岛之后，就沿着我们自己的车道走，然后等到达到第2出口的时候，我们只要走第2出口的左侧车道离开环岛就可以了。那么很多朋友就问了说，我这样出环岛会不会有左边车辆会过来撞我？因为大家在环岛是拥有绝对的路权的，所以行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很少有就是左侧这个环岛的车行驶进来，他们也会等待你走开之后再行驶入环岛。我们回到刚刚，如果大家是从第3出口驶出的话，请问我们是从哪条车道进入环岛？没错，就是从右侧车道，因为右侧车道显示的是右转。那么右侧车道进入环岛之后，大家进入环岛，一直走中间那个内部的圆圈，走到第3出口的时候驶出第3出口就可以了。大家在出环岛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还是要看一眼左侧的反光镜，以防万一，有可能发生碰擦。第4出口跟第3出口是一样的，也是走右侧的出口，然后一路转一个大圈，到了第4出口之后掉头离开环岛啊。这个就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环岛的一个行驶的一个逻辑啊，纯粹就是大家到底选择哪个出口驶入环岛的一个选择啊。大家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地面上的一个标识，或者是导航上的一个标识。这个环岛是让我们走第3出口啊，第3出口一般就是走最右边的这个车道啊。你看，大家看这地上是有标识的，有个右转标识，我们得先观察没有车，然后再进去。啊，打的是右转灯啊。然后要一路到右转，进去打右转灯，然后过了第2个出口，然后到第3个出口了，然后我们打左转灯，然后看左边，然后出环岛。刚刚给大家看到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环岛，就是一个像十字一样的环岛，打灯什么的都比较好理解。其实，在英国有很多莫名其妙其他的环岛。比如说像这个环岛啊，它其实不像刚刚我们传统意义上的4个路口，它其实只有3个口啊。其实开的方式也是一样的，主要还是打灯的问题啊。我的理解就是，其实它对打灯来说没有要求那么的严格，更多的还是看方位。比如说咱们这辆车也是从南往北走，如果想从第2出口驶出，
打的是什么样的灯呢？可以看出就是我们从第二出口驶出，其实更偏向是一个右转的一个感觉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是可以打右转灯的，因为就是其实打灯这个东西更多的还是方位上的一个指引，而不是说就是严格意义上的1、2、3、4、5。然后再看一个比较更复杂点的环岛，这是一个5出口的环岛啊。比如说大家从这个 Goodwood Road 进入环岛，那比如说从第一出口驶出肯定是打左转灯，那么第二出口驶出看上去确实还是直行的，那么就不需要打灯。那么第三出口驶出的话，一看就是右转，就是打右转灯。那么第4、第5出口是在第3出口以后的，那么就是也是打右转灯啊。讲完这几个环岛，我们来一个大考吧。大家请看这个环岛啊，这个环岛叫 Great Cambridge Junction 啊，这是我英国考驾照时候必走的一个环岛啊，就是这个环岛如果走错了就直接挂掉了。具体怎么走我也不专门做动画来讲了，就大家自己模拟一下自己车从哪个进来，然后从哪个口出去就行了啊。上面标识的也挺清楚的，哪条道走哪条道。基本上我走完这个环岛之后呢，什么环岛我都能走了，多模拟几次基本上也就会了。我当时也是看这张图，每天在那里研究，甚至还看一些别人的一些第一视角是怎么开这个环岛的。其实就是花点心思，基本上环岛就会开的，再加上一些实战经验。刚刚提到的环岛都是没有红绿灯的环岛，其实有很多环岛是有红绿灯的。那么如果有红绿灯的环岛，其实就变得更简单了。就大家首先第一得走对车道，然后就按照红绿灯指示来走了。就比如说，可能大家走到这个环岛路口，进入环岛之前，它就有个红绿灯。它如果是红灯的话，大家就不许进入环岛；它绿灯的话，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可以进入环岛。因为它是绿灯的话，它肯定是阻止右边车进来，所以才让你进入环岛，所以就不用担心右边的车了。当然还是要看一眼的，就是瞄一眼就可以了。那么驶出环岛的时候也会有红绿灯，如果那时候显示是红灯的话，大家就不能驶出环岛，哪怕是空的。但是如果是绿灯的话，大家就可以驶出环岛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红绿灯情况下，就是自己让行；如果有红绿灯的情况下，还是以信号灯为标准。我们是走第二个出口，就是直行啊，我们就走第二车道，第三车道也可以直行。进环岛不需要打灯，也不需要观察，因为它是绿灯，所以你是有路权的。然后开，然后到了出口在前方，前方的时候我们打个左转灯。我们要出环岛，出环岛了。环岛其实虽然看上去难开，但是如果每个人都了解规则，知道怎么开，准确让行的话，其实是很少会出事故的，而且还会省掉人力资源跟一些电力资源。这也是我在英国学习开车学到一个东西，就是道路交通的状况完全是可以靠驾驶员自己本身的素质去维护的。大家看英国那个路又窄又难开，但是其实出事故的概率没有像我们在中国碰到那么多啊。这就是典型的，就是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非常强调一个路权的一个概念，把这个概念深耕到每一个司机的脑子里，大家开车的时候就会更少碰到事故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国家真的需要学习一下，就是学车并不代表只是学会，而更多是代表能够可以安全的、从容的、大胆的在马路上行驶。因为我们在英国考试的时候，都是直接上马路考试，而不是在一个驾校里去练。所有的练习都是在真正的马路上去练的，然后考试的时候其实就开半个小时的车，会从小区里面一直开，然后开到市中心，甚至开到像刚刚我说最大的那个环岛。除了高速公路，基本上都会让你遇到。你在平时的练习跟考试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你就已经是会在马路上开车了，而且你稍微犯一点错误，它就会让你挂掉，直到你完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才会让你过。所以他们说英国驾考是最难的，确实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你考出来就相当于你已经会在路上开了，所以它才是真正的难。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首先是导航这个问题，就很多朋友在英国问用什么导航。那么首先导航大家一般会选用的是谷歌导航，很多大家做攻略，比如标点都是在谷歌地图上，然后只要点一下那个点摁导航，我们就可以直接去那个地方了。而且谷歌导航大概率都是比较准确的啊。谷歌导航有个问题，就是它对于测速啊，尤其是探头啊这个方面没有非常的明确，哪些地方有探头它是显示不出来的。虽然英国的其实探头非常少，但是其实还是有探头的。如果大家害怕就是被探头拍超速的话，其实推荐大家用一个导航叫 Waze 导航。这个导航呢就会很明显的标明哪里有探头，甚至哪里有警察，哪里有事故都会给你显现出来。那么很多朋友觉得麻烦，就是明明是在谷歌地图上做的一个攻略，那么我要转到这个其他 APP， 是不是要在其他 APP 再输入这个地址，多一道工序，显得很麻烦啊？其实大家可以通过谷歌导航转移到那个 APP 上去，比如说去一个地方，点一下那个地方，然后再按一下分享键，分享键就是有一个可以选到Waze这个 APP， 然后用Waze打开。那么这样的话就直接会跳到Waze这个界面，然后这个界面就会自动会帮你导到你所想要去的这个地点。其实按导航上还是会有问题，肯定有些导航也是没有说很准的嘛。那最具体的还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路上的一些标牌，
它一般有测速探头都会在路边会显示一个像照相机一样的一个标识，大家看这个标识就知道前面有一个探头了，那就注意点开就可以了。到不同的道路，它其实在路的左侧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数字标识，写明这条路到底是最高速度是多少啊？大家要多注意一下路边的牌，就知道就是自己应该开多少的速度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谷歌地图啊、位置地图啊都会显现出这条路最高速度，甚至有些车自带的一个屏幕上也会显示它是需要限速多少啊 ，GPS 都能定位到。接下来就是讲一下加油的事情嘛。其实加油在英国不像在国内都是有人帮你加油的，几乎所有的加油站都是需要你自己去加油的。有些加油站是有人结款的，有些加油站是没有人结款的。没有人结款的话，大家只要插入自己的信用卡，然后加油就可以了。有人结款的话，是等大家加完油之后去，一般是个便利店吧，到那个便利店里面进去找人去说我自己是几号加油头，他就会帮你结款。然后英国的车的油呢，大多数情况是3种油，第一个油叫 diesel， 也就是柴油。大多数的私家车是不会用柴油的，极少数会有，一般是黑标。第二个油就叫 unleaded 就是相当于我们国内的汽油啊，一般是2种汽油，一个是 E5，一个是 E10。E10就是95号汽油，E5的话一般是97到99号汽油，E10会便宜一点，E5就更贵一点。具体加什么油呢？大家打开自己的车的那个汽油盖子，一般盖子上会有写明这个车需要加什么油的，按照这个标明去加油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加油的。首先得认识这个 diesel 就是柴油，然后 petrol 就是汽油。petrol 又分2种，一个是 E10跟 E5，E10是95，这是97啊。一般在英国都是自助加油啊，那我们自己加油就是这样，先把引擎盖打开，上面写加哪个油啊？也可以加 E5跟 E10，还可以加 E25。那我们这里只有 E5跟 E10。这个就是价格啊，这个是最便宜的，就是160.9p一升啊。这边写的是 pence per liter 啊，就 E10是最便宜，95号汽油是最便宜的啊。我们就把这个枪拿起来，往里一塞，然后它就开始加了。好，差不多它会自动跳枪啊，我们就可以把枪拔出来。然后把这个一挂 ，OK， 然后它就会告诉我们是，我们加了39升，然后是62.77磅啊。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就是一个便利店叫 Asda 开的一个，这个加油站，所以我们付钱的话去便利店里面去付，跑过去告诉他我是几号枪，然后找他付款就可以了。啊，这就是在英国自助加油的方式啊。最后就是停车的事情了。其实，在英国大多数地方都有停车场，尤其是景点啊。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什么地方，搜一下 parking 就可以了。停车场呢，基本上也没人收费的，一般都是在那个停车场上停完之后会有个机器，那个机器上大家就是得去选择自己要停多长时间，然后付多少钱。然后它会有时候是可以用卡付的，有时候是只能现金的，那大家尽量备好现金。付完之后呢，他会给你一张发票，上面会写明你能停到几点，把这张发票放到车的挡风玻璃前，让别人看到，那么这样就不会被警察或者是管理员抄牌然后罚款了。但是其实除了停车场，很多地方甚至是路边都允许大家停车的。有些城市里面在路边会有那种白色虚线框框啊。这些地方其实是允许停车，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允许停车，就是有一段时间内大家是可以免费在这里停车的。这个必须大家要观察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一个蓝牌子，上面写明这块区域的停车的一个条件。这个有许愿地方写的就是 permit holder only 啊，只有有许可的人才能在这里停啊。它其实这样的，它上面写的是这个 permitted holders only， 早上8点到6点是可以在这停的，就是说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只有permit holder 才能在这个地方停，但是呢，在这个区域之外呢，就是大家可以随便停，一定要看清它那个牌上写的是什么。然后有些地方呢，就只写的是什么，只能停2小时，有些地方只能停1小时。具体的话，大家还是看那个牌在写的什么，再决定自己是否能停车。如果是碰到这种可以停车地方，大概率情况下是免费的，这样其实就是很划算。大家自己选择宾馆的话，尽量选择有停车场的宾馆。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个外网的频道，叫 Conquer Driving， 是一位拥有10几年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哥做的各种英国驾驶教学视频的个人频道，内容非常的详细，包括了各种环岛的驾驶方式，能帮助你消除恐惧。我自己考驾照的时候也研学了很久，即将去英国自驾或者是要在英国考驾照的朋友，条件允许的话，强力推荐看看这个频道。
基本上我个人经历过的一些大家可能会容易碰到的事情，我都在这边跟大家讲清楚了。这个视频肯定无法完全盖到所有的这个驾驶的一个规则，如果真的想要去了解的话，真的去考一次英国驾照就知道了。希望能有所帮助吧。车技好并不代表就是能驾驶安全，我自己可以算车技还可以的一个人吧。这么多年下来，自驾也就出过2次小意外，其中一次就是前2天在苏格兰磕到了轮毂啊。我奉行的一个点就是，开车一定要当心，遵守规则，因为大家毕竟是出来玩的。如果因为开车出事故啊，耽误行程啊，这样其实是得不偿失的，而且游玩体验会减半很多。所以就是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然后安全驾驶，顺利归来。OK，就这样，拜拜。